承认稀土供应链被中国卡了脖子，戴奇此举看似示弱，实则为了孤立中国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自从中国宣布限制钾和锗两种稀有元素的出口之后，美国的国际反应可以说是大大超出了外界的预料。直到现在，美国媒体还在重申中国政府的做法是所谓不妥的行为。与此同时，拜登政府也公开承认，美国的稀土供应链正在被中国卡住了脖子。日前在 G20 工商峰会上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，中国的稀土控制让美国很难受，这种绝对的控制导致美国的稀土供应链非常脆弱，而且很容易受到冲击。针对戴奇的这一番诉苦，没有什么好同情的，只能说美国感到很难受，那就对了。本来商业往来就是各取所需，互惠互利，但自从特朗普执政开始，美国就率先在芯片领域利用自身的主导优势，切断了对中国的供应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中国一直在苦口婆心，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明白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的道理。很可惜，美方坚持认为，虽然太平洋足够大，但容不下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，这对中国无休止的打压和霸凌，致使中国只能被迫反击。如今的一切都是美国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当时芯片领域唯独中国有多狂，而现在被中国卡住脖子，自然就会有多惨。更何况戴奇现在只是看似示弱，背后的目的实则是孤立中国。在 G20 工商峰会上，戴奇不仅呼吁各国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供应链脆弱的问题上，还要意识到中国作为稀土供应链上的霸主，既有能力打开水龙头，也有能力关上水龙头。显然，戴奇这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各国都要警惕中国对稀土的控制，无非就是向其他国家强调，中国能够对美国如此，同样也能够对其他国家这个样。这当然是掩耳盗铃的做法，美国主动挑起争端才是世界经济安全的威胁，中国只是被迫自卫反击罢了，奉行的始终是合作共赢的政策。很明显，戴奇在偷换概念。如果美国坚持贸易平等原则，那中国压根就不会控制稀土的资源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在戴奇的鼓动下，难保有些国家会站出来和美国一道，共同来挑战中国在稀土供应链上的霸主地位。事实上，随着世界范围内新探明的稀土资源储量不断增加，美国、澳大利亚以及缅甸等国家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供给格局，产能虽然很低，可确实能够对稀土市场供给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对此呢，针对上述这种情况，可以预见的是，中国必然会加强对相关技术的管控，比如限制从稀土中提取高性能的磁铁技术的出口，以及提炼稀土元素的技术出口。只有保持技术上的领先优势，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们在这一供应链上的不败地位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